美军发现夏威夷海军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究竟是来干嘛的？美军又透露出什么秘密呢？据美国海军研究会报道，近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在过去的几天里，有一艘可疑的船只一直在夏威夷西海岸徘徊，接近美国领海，并且一度接近夏威夷的考艾岛，该岛是美国海军和导弹防御局试射导弹所在地。根据美军辨识，夏威夷迎来的这个不速之客是隶属于俄罗斯海军的卡累利阿号侦察船。这艘侦察船是俄罗斯海军7个专门研究信号情报的电波发送与接收站之一，主要用于拦截和解密对手的电波讯号。因此，美军怀疑卡累利阿号到来是为了搜集美军导弹试射情报。此外，美军还证实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船只也会定期监视美军演习。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太平洋舰队可以通过海上巡逻机、水面舰艇等方式密切监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船只。同样的，中国与俄罗斯也会这样做。我们知道，近段时间美军连连闯入我国周边海域，尤其是南海地区，有时候美军还会在南海展开军事演练。不过，通过新闻报道，我们总是能知道美军的实时动向，这离不开我军对美军的实时监控。同样，也有美军士兵证实，他们在南海训练时会经常发现中国的军舰，甚至有军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周边海域，自从我国在远洋海军上发力，美军也经常在西太平洋以外的区域发现中国船只的身影。在2019年7月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与印度等24国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域举行声势浩大的代号为护身军刀的海上军演，包括30艘战舰、200架战斗机以及3.4万战斗人员参加了此次演习，可谓声势浩大。然而，这场演习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西方媒体却突然把焦点放到了另一艘没有参演的船只上。从现场照片来看，在美军与盟友演习期间，一艘顶着几个白色圆球的船只接近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威尔伯号。据获悉，这艘船是中国的815型电子侦察船，其主要作用就是搜集战场的情报。而美军也表示，在2017年的美澳军演中，中国的815型电子侦察船就闯入过演习现场。除此之外，在2020年2月份，中国的一艘815型电子侦察船与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一艘 054A 型导弹护卫舰、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抵达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洋实弹训练。而美国媒体证实，这支舰队一度接近夏威夷海域。当前中美关系局势紧张，亚太地区因为美国的挑拨，地缘矛盾早已沦为火药桶般的存在。而就在最近，美媒曝光了一则值得我国上下高度警惕的消息。在5月28号，我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示警，点名美国五角大楼为了对付中国，罔顾国际基本准则和各国民间交流，实施全民皆兵，招募约6万人规模的神秘部队。这种危险行为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恐怖。实际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席话，还是源自于美国媒体新闻周刊网站在前不久秘密曝光的五角大楼一份征召计划。该征召计划不同于美军常规部队人员征召，而是专门招募他国内鬼，进而在美国设定的敌对国家内部制造破坏和社会不稳定。而且为了实现最大力度的打击，五角大楼还决定将这些内鬼部队的规模扩大，达到美国情报局的10倍，代号减少特征。消息一出，可以说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浪潮。在外界看来，尽管美国人没有明确点名是要对付中国，但是明眼人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下，需要美国直接动用内鬼，而不是采取其他方式解决冲突的，也就只有俄罗斯和中国2家。而前者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被爆出，俄罗斯多地爆发抗议游行，目的是释放被捕的罪犯，也是西方国家认定的反对派成员。因此可以说，美媒这次曝光的征召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华招募第5纵队的计划。需要注意的是，美媒在报道中还提到，这些神秘部队有着不同的身份，规模是中情局的10倍以上，有一些会有美军认可的军人身份，有些则会是平民身份，平常多以私营公司员工的身份正常存在，在必要时参与到美军制定的计划中。按部队大致上有2种群体，一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情报收集人员、反间谍人员和语言学家，另一种就是被打算分布以后的特种作战部队成员。这些人通过相互掩护的方式，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这些种种消息来看，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上一些舆论风波，尤其是针对我国一些社会事件的引导问题，往往背后都有这些第5纵队的身影。比如最近的成都4·9中案件，我国官方就有调查发现，背后存在境外机构和组织的参与，故意制造谣言，扰乱正常视听，引导围观者情绪。可以说，中美间的暗战已经爆发，未来这些第5纵队会如何攻击，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在不久前，美国放松对北溪2号项目的制裁，直接导致欧洲3大权力机构之一的欧洲议会悍然冻结中欧投资协议，
也预示着中欧关系重新回到起点。然而最近却有消息显示，中国的反击来得太快。5月28日，有美媒报道称，欧洲4国包括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外长将于5月29日和31日对中国进行访问。而在当天，我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消息的真实性。我国外交部也指出，在与4国的会议中，将深入的就双边关系、合作和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进行讨论。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此次4国外长紧急来华的时间十分值得留意，毕竟距离此前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议被冻结仅仅过去了1周的时间，如此紧急的访华行程或许直接涉及到了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反华势力的反击。事实上，中俄两国因为美国的压力，在多领域合作越发密切，美国也不断感到棘手。为此，在俄罗斯和欧盟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美国终于松口，不再对项目实施制裁，这也导致了欧洲议会内部投桃报李，通过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方式向美国表达忠心。然而这种表忠心的方式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内部的分裂。毕竟北溪2号项目原本就是俄罗斯与欧盟谈好的事情，然而就因为美国的插手，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如今就因为美国表示不再制裁，就让欧洲一些国家放弃中欧协定带来的真金白银，这显然会让涉及其中的一些国家十分不满。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反击很可能就是抓住了欧洲国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几个主要化石国根本就不会在意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利用欧盟内部的割裂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而这一次欧洲4国紧急来华，也反映出这些国家不愿意支持欧盟决策机构，而是为了本国利益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或许用这种方式在明面上不是那么好看，但是本质上与之前的协议内容也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先与4国合作也可以产生出真实案例，让其他观望的国家产生合作意愿，进而攻破美国在欧洲给中国布置下的多边战略防御网。终于等到中国主动出击，欧洲4国外长即将访华，美国内部响起强烈危险信号，这下真该着急了。中国绝不会让美国得逞。应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邀请，5月29号至31号，波兰外长拉乌、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以及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波兰、爱尔兰、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4个国家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此次向4国发出邀请，是希望能够与其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并就中欧关系、地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据悉，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中国与这4个国家积极合作抗疫，相互支持，推动复工复产，深化彼此友谊的同时，也拓展了务实合作领域。如今中方邀请这4国对中国进行访问，也是促进中欧关系的全面均衡发展。4国外长即将访华，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将本国推进全球化，与倡导多边合作计划又近了一步，是好消息。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却不是。拜登的上台让世界多个国家又蠢蠢欲动。拜登对华战略政策让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甚至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陷入疯狂，他们积极响应着美国的号召，企图用抱团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影响下，中欧关系也越发紧张。前不久，欧洲议会以559票赞成比30票反对的结果，高票通过了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协议。往更早的说，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欧洲议会等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了相关制裁。虽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打着人权的幌子向中国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渲染中国威胁，以舆论制造对中国不利的事儿，但总归是达到了美国的目的。美国就是希望打造出一个全面针对中国的假象，一改以往的单打独斗，联合世界各国对付中国。值得一提，美国还在拉拢印度、越南以及菲律宾等中国周边的国家，计划把中国包围在海上路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主动邀请欧洲4国外长访华，实际上也是我国对中欧关系的一次有力的回调。就如国人所想，终于等到中国主动出击的一天。此次主动释放出的善意也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这也就说明欧洲各国立场利益不一样，同时意味着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胎死腹中。当然，中国也绝对不会让美国得逞，美国费尽心思对中国进行围堵，但中国具备高超的外交技术，足以应对一切挑战。
想来现在的美国内部怕是响起了危险信号，这是中国主动出击的第一步，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步。